今天我们要聊的是新加坡地铁版图上的一件大事，跨岛线第3阶段终于官宣了。交通部长肖振祥在7月31日正式公布了 CRL3 的路线和车站位置，4条新站，10公里隧道，从玉郎湖区一路向西延伸到卡尔圈，2027年动工，2030年代后期通车。这条线不只是多几个站那么简单，它是一枚棋子，落下去，整座城市的西部格局都要重新洗牌。在聊具体路线之前，我们先搞清楚一个问题，新加坡西部的交通到底出了什么状况？西部是新加坡的重工业心脏，大市、玉郎岛、海港码头全在那里。但讽刺的是，这个创造无数就业机会的地方，公共交通却长期处于欠债状态。达曼玉郎公民咨询委员会主席林祥宽说得很直白，西部是个重工业区，海港码头都在那里，但在那里工作真的很不方便，因为没有地铁，要搭巴士还要转车，不方便到什么程度？我给大家算一笔账，假设你住在新民 Garden 祖屋区，要到玉郎渡头路往玉郎岛的方向上班，现在的路线是什么？先搭地铁，再换巴士，全程大约90分钟，1个半小时，来回就是3个小时，一天24小时，1/8耗在路上。林祥宽为了把员工从玉郎东、雾兰等地送到工厂，每个月要花大约1万元安排接驳巴士。这不是个例，西部很多公司都在靠企业自救维持通勤。洪天福63岁退休者，住在湖畔站和 CR20 站之间。他说湖畔站现在很拥挤，万一东西线故障，出行就很不方便。西部居民的公共交通选项真的太少了，所以 CRL3 的使命很明确，把西部从交通孤岛里拽出来。具体来看这4座新站，目前他们以编号命名 CR20、CR21、CR22 和 CR23， 其中 CR21 将衔接玉郎区域线，成为一个重要的换乘枢纽， CR23 则衔接既有东西线，让乘客可以在此转乘，绕过西部拥堵的路面。 CR20 靠近达曼玉郎住宅区，服务玉郎湖花园、圣安德烈护理院等周边居民。 CR22 位于 Gill Circle 东端，覆盖 Banoi 和 Guo 地区的现有及未来开发项目。4座站里有2座是转换站，这显然是在下一盘提升网络连通性的棋。通车后最直观的改变就是通勤时间的革命性缩减。还是刚才那个例子，从新民 Garden 到玉郎渡头路现在需90分钟， CRL3 通车后只需搭地铁即可直达，车程缩短至40分钟，足足省下50分钟。这50分钟意味着你可以多睡一觉，在家从容吃早餐，或者准时接孩子放学。肖振祥部长明确表示，跨岛线全面通车后，往返西部地区的乘客可节省多达50分钟的车程时间。不只是新民到玉郎，从达曼玉郎 Skyline 到红帽桥第2工业区可节省约45分钟，西海岸居民到卡尔圈也能节省约25分钟。路交局预计，跨岛线全面启用后，每天乘客量初期至少60万人次，长期可增至100万人次。这绝不是一条支线，而是新加坡最长的全地下地铁线。除了车站，跑在轨道上的列车同样值得关注。跨岛线将配备44列全新列车，首2列已在2026年中运抵新加坡，目前在新加坡铁路测试中心进行全面测试。这批列车有几个亮眼的设计，每节车厢2侧各设5个车门，比现有地铁线多1个。别小看这一扇门，高峰时段每站节省的上下车时间累积起来，整条线的运营效率会明显提升。路交局还首次选用微动塞拉门，关门时像塞子一样嵌入，隔音效果更好，隧道内的行驶噪音能明显降低。列车采用 CBTC 信号系统，实现全自动无人驾驶，并配备状态监测和诊断系统，能提前发现潜在故障。部分列车还装有自动轨道检测系统，实时监测轨道和接触网状况。这批列车由中国、中车4方生产，合同金额 5.89 亿新元，测试完成后将送回中国进行最后整修，再运回新加坡投入服务。肖振祥在宣布时特别强调了一个词：韧性。跨岛线全线27个站，其中11个是转换站，除了环线之外，它与现有所有地铁线连接。这意味着一旦某条线发生故障，
乘客可以迅速切换到跨岛线，继续行程。新加坡地铁网络发展到今天已超过360公里，最怕的就是单点故障引发全网瘫痪。跨岛线就像一条备用大动脉，平时分流，及时救命，极大地增强了整个系统的抗风险能力。新加坡土地有限，真正困难的从来不是划线，而是决定什么用途要让位给更高公共价值的基础设施。这个过程当然有成本，也会影响原有安排，但如果不做，成本不会消失，它只是转移成更长时间的拥堵，更低效率的通勤，还有更脆弱的网络。再看列车设计，跨岛线列车采用两侧5个车门，并配备微动塞拉门。很多人看到这种新闻会觉得只是技术小更新，其实在高密度轨道系统里，门型从来不是小事，它直接影响上下车速度、乘客在车厢内的分布、停站时间，以及高峰期月台会不会越积越满。表面上看只是每站快几秒，可一条高频线路一天跑下来，这几秒会累积成更顺的班次编排，更少的月台堆积，更稳的准点率。换句话说，列车门多一点，不是为了好看，是为了让整条线更容易维持高频运作。再加上车厂提前规划，维护能力预留，土地同步调整，你会看到新加坡算的不是单次建设成本，而是全生命周期效率。真正成熟的轨道系统不是把线修出来就结束，而是从施工、运营、维护到未来扩容，全部一起算。跨岛线最值得看重的地方就在这里，它不是靠气派取胜，而是每个细节都在服务一个目标。等2030年代后期陆续通车后，这条线还能稳定持续地撑住下一代城市需求。跨岛线真正改变的不只是路线，也不只是以后少换一次车，它改的是新加坡怎样重新安排人、工作、土地和风险。表面上我们看到的是一条67公里的新线，往深一层看，它在补网络韧性，压低直柱分离的成本，也在重新定义西部的战略位置。这也是为什么看基建不能只问离我近不近，更该问的是它改变了哪些流动关系，哪些区域会因此进入新的生活半径和就业半径。以后你看一个地方，不管是想搬家、找工作，还是判断哪里更有发展，不要只看眼前商场、学校和祖屋配套，也要看它在整张轨道网络里处在什么位置。你最看好跨岛线改变哪个区域？从玉郎湖区到卡尔圈，10公里隧道，4座新站，2027年动工，2030年代后期通车。这不仅是交通基础设施的延伸，更是一次城市版图的重塑。跨岛线就像一条大动脉，把血液输送到曾经被忽视的角落，让西部的工厂、东部的祖屋、市区的办公室，通过这条67公里的地下通道，串联成一个更紧密的整体。等到2030年代后期，当你从达曼玉郎坐上跨岛线，40分钟直达玉郎渡头时，别忘了，这条线是今天种下的种子。如果你喜欢这种新加坡本土基建和城市规划的深度解读，记得订阅频道，打开小铃铛。下一期我可以继续拆跨岛线和玉郎区域线联动之后，西部会不会真的变成更完整的新生活圈？